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0号，俄乌双方都公布了与阿夫杰耶夫卡战斗相关的画面。同一天，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了有关情况。他表示，在阿夫杰耶夫卡击败乌克兰军队是俄军重要胜利。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阿夫杰耶夫卡、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多个方向击退乌军多次进攻，打击了乌军电子战基站、装甲车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击落了乌军米格29战机，并拦截了其多枚导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多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空军和导弹部队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阵地、防空系统等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在阿夫杰耶夫卡缴获的西方向乌军提供的武器，包括美国和捷克制造的120毫米口径迫击炮炮弹。此外，顿涅茨克官员19号称，阿夫杰耶夫卡焦化厂的地下设施里仍有一些乌克兰士兵。此前一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俄军进入阿夫杰耶夫卡之后的视频画面。乌克兰方面，被派往阿夫杰耶夫卡的乌克兰第3独立突击旅18号公布了战斗视频，显示了阿夫杰耶夫卡被俄军控制前双方激战的情况。乌方承认，阿夫杰耶夫卡大撤退是重大挫折。为鼓舞士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从德国慕尼黑返回国内后，于19号视察了前线库皮扬斯克的一个指挥所。库皮扬斯克靠近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俄军自去年秋季以来加强对此地的攻势。泽连斯基在指挥所承认，乌克兰的军队处境极其艰难，因为美国及北约对他们的援助已经断档，乌克兰缺少火炮、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武器。Зараз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жка ситуація на кількох частинах фронту, саме там, де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0号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了阿夫杰耶夫卡战斗的相关情况。绍伊古称，乌军耗时多年，在阿夫杰耶夫卡防区内建设了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和混凝土设施，俄军因此向当地调集了大量武器装备。Последние сутки перед покиданием противника эт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Авдеевки был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ысокоточного удара.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в тоннах и килограммах, это примерно 200 тонн каждые сутки по поражаемым целям прилетало. В остальном войска действуют активно. 普京说，在乌军指挥官下达撤退指令之前，乌军已经开始从阿夫杰耶夫卡混乱撤离。乌方撤退命令实际上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而做出的政治决定。当地时间17号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出于避免乌军被包围和保护乌军官兵生命和健康的考虑，他决定将乌军从乌东部阿夫杰耶夫卡撤离至更有利防线进行防御作战。俄军控制阿夫杰耶夫卡之后，一共控制了周边31.75平方公里的土地。分析认为，俄军控制阿夫杰耶夫卡将拥有进一步向西推进的能力，同时乌克兰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将失去立足点。这足以改变乌克兰战场的战略态势，乌军将会陷入更加被动局面。同时，这也意味着乌军再难对顿涅茨克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一旦俄军实现了对阿夫杰耶夫卡的控制，俄军将有能力更加灵活地调动俄军兵力，对乌军的其他防线构成威胁。另外，阿夫杰耶夫卡的存在将能够保护乌军48公里外的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如今，俄军成功控制阿夫杰耶夫卡，其将拥有快速改变局部战局的能力。普京还表示，西方一方面号召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另一方面又想商谈战略稳定问题，这是行不通的。普京还强调，关于战略稳定，俄罗斯从未拒绝对话。Если они стремятся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то мы должны подумать о том, что та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отвергаем, мы ни от чего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но надо разобраться в том, чего они хотят. Он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хотят добиваться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х преимуществ. Этого не будет.
值得注意的是，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0号宣布，把此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明年2月25号。欧盟各成员国计划于21号就新一轮对俄制裁进行表决。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盟大幅扩大了对俄罗斯制裁范围。迄今已通过了12轮对俄制裁，制裁措施包括贸易禁运、旅行禁令等。针对欧盟的制裁，俄罗斯采取了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目前在前线多地处境艰难，西方军援不足，限制了乌军的作战能力。Зараз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жка ситуація на кількох частинах фронту, саме там, де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зосередили максимум резервів. Вони користуються затримками в допомозі Україні, і це дуже відчутні речі. Дефіцит артилерії, потреба у фронтовій ППО та у більшій далекобійності нашої зброї. Ми працюєм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щоб відновити і подовжити підтримку.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19号再次就对乌援助法案在美国会受阻抨击共和党。乌克兰危机自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不断拱火浇油，成为乌克兰最大军事支持方。但由于美国内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治角力，美方对乌军援已断供。关于价值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的美国对外援助法案，目前卡在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另一方面，47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16号在俄罗斯一所监狱里去世，引发西方谴责。纳瓦尔尼的遗孀19号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此前一天表示，我们必须向俄罗斯反对派表达支持，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博雷利19号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会面。27国外长在会上缅怀纳瓦尔尼。And we pay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Alexei Navalny, that, as you know, 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指责西方领导人对纳瓦尔尼之死做出的反应是歇斯底里且绝对不可接受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9号透露，针对纳瓦尔尼死亡的调查还在进行中，并且是根据俄罗斯法律进行的，但目前还没有结论。同一天，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聂边贾对媒体表示，因为法医调查尚未结束，所以纳瓦尔尼的遗体还没能交给其亲属。The exact cause of the death was not yet disclosed, while our Western colleagues rushed to claim 15 minutes after it happened, after the news were published, that this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utin's regime, etc., etc. I would like to appeal to these self-proclaimed fighters for freedom of speech. Where were you when the Kiev regime imprisoned your own citizen, I mean the US citizen, independent journalist Gonzalo Lira, on far-fetched charges, who then was tortured and didn't receive proper medical care until his death in the Ukrainian prison?